Hello，大家好，今天是11月1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行情走到这，已经是进入了短线的风险区，如果稍不注意，可能会有高位的获利回吐出现，大家一定要小心。特斯拉近期连续的大涨，难道它的下一目标位是前高415之上吗？在本期视频，阿哲对于特斯拉的空间预测会再做详细的解析，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而比特币昨天大涨，不知道你有没有爆赚？我们今天除了对于纳斯达克指数会做常规的趋势跟踪和空间点位预测之外，阿哲还会对以下的热门个股进行解析，它们分别是特斯拉、英伟达、Coin、谷歌以及亚马逊。希望本期视频的内容对于大家能够有所帮助。那么今天我们的正式课程目前要开始了，看到今天的大图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还是会先讲解有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今天是第105期，在市场观察当中，阿哲要讲一下阴线观察以及市场的空间顶底测算。空间顶底测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纳斯达克指数的空间预测，另外呢是特斯拉个股的空间预测。那么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到一个阳线的观察，要注意目前的市场在连续短线的上涨之后出现了三阳小顶的现象，而在本周的周一市场出现了假阴线。那么曾经我们讲过一次假阴线，讲过它的一个操盘逻辑，那么今天我们会对于这一个假阴线做进一步的讲解和观察。出现了这根假阴线之后，纳斯达克指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变化？是应该看多还是看空呢？我们进入到第一部分市场的阴线观察。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要先把三阳小顶做一个复习。那么我们快速的复习一下什么叫三阳小顶。三阳小顶其实很简单，当市场当中出现了 K 线的走势是一根阳线、两根、三根，连续的3天都是阳线，连续的三阳，那么它只要第3根阳线的实体比第2根阳线的实体有所变短，就是三阳小顶模型。而在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当中，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就有出现三阳小顶。那么市场的一个走势是连阳的动作，而连阳的过程当中，它的实体我们可以肉眼可见的在不断的缩短。第3根 K 线它比第2根明显的缩短，而阳线它的蜡烛的烛身，它的实体在 K 线的理论当中代表是股价上涨的动能，而如果在上涨当中实体越来越短，那么就说明上涨的动能是越来越弱的，它是一种隐藏的上升衰竭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当股价出现了上涨，但是它的一个阳线实体不断的缩减，不断的缩短，甚至呢变成了10日新的小 K 线。那么未来说明短线它容易出现调整。那么你会发现，当市场上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它往往容易出现调整。那么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再次发现当前的市场出现了阳线连续上涨，但实体却是缩短的衰竭信号。我们先要关注的就是三阳小顶之后，它是以震荡的方式作为调整，还是明确的快速的下跌作为调整，这是我们现在要去考虑的对象。而三阳小顶目前我们的关注点是要把最后一根阳线小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位。当股价上涨的时候出现三阳小顶的小 K 线，作为左侧的投资者，我们的目标是越往上涨越应该去卖出手中的股票。而如果是右侧趋势投资者，那么往往我们可能不是很着急在上涨中去卖出股票。那么你可以选择的是，当股价明确有一根阴线跌破最好是实体有过一半的跌破了最后一根三阳顶的低点，那么以此我们预示着本轮调整将要开始。而目前昨天的市场依旧在三阳小顶的低点之上进行徘徊，盘中呢有所跌破，但是又后续收回，所以目前不是一个有效跌破。左侧投资者依旧保持上涨要高抛的思路，右侧投资者在三阳顶之附近
不跌破则依旧持股，哪怕去获利了结、获利兑现，可能也是小仓位的幅度。那么这是我们上期视频的一个观点，有关于三阳小顶观察目前的市场。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有关市场的阴线、假阴线的作用。市场的假阴线说明它是当天高开低走，虽然盘中市场有所下打，但是最后却还是收涨的一根 K 线，表面是阴线，但实际收盘抬高，这种就是一个假阴线。我们看到昨天的开盘其实是一个相对不错的有所高开，但是这个高开却临近一个高点，而后全天基本是下跌的。看到分时当中你也会发现，是不是开盘是高开，高开之后基本就是高点，而后全天是一个下跌的，在途中走了2次的 V 转，而后才收回。所以目前呢，从假阴线的角度看，现在多头依旧有优势，依旧呢还在进行狂热的情绪当中，不肯放弃这一个利润。但是空方已经开始冒头，前方的市场走势是强势的，它再怎么样，它也是收阳线，不断的跳空缺口，不断的上涨。但是在最近的2根 K 线，这一天出现了很勉强的收盘抬高，而后是勉强的收阳，是很小的一根阳线。而在这一天呢，也是很勉强的收盘在抬高，但是这一天连阳线都收不了，所以在连续上涨当中出现了假阴线，我们就要相对小心。它在这种行情代表空方终于在第一次行情走势在盘中出现了漏头，出现了反攻。但是大家注意了，不是每一根的假阴线都要感到恐慌和恐惧。假阴线阿哲认为它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去决策行情走势的一根阴线，阿哲也将上涨中的假阴线叫做决策的阴线，是我们去选择去下定论的一根 K 线。那么怎么去观察呢？我们看到图中市场当中曾经走过的有哪些点位上曾经出现过假阴线，来看到这里，市场在上涨途中是不是也是很强势的单边上涨？而图中有假阴线吗？有啊，这一天是假阴线，这一天也是假阴线。那你会发现假阴线的出现有影响到上涨行情的延续吗？并没有，上涨中假阴线是空方的崭露头角，但问题是它不一定能够持续的冒头，持续的去发挥它的力量。而我们看到假阴线之后，你要关注假阴线的后续能不能快速的把假阴线吃掉。如果延续上涨，将会把假阴线快速吃掉，延续上涨将会很轻易的把假阴线的高点吃掉，那么这就是一个不伤大雅，没有任何问题的上涨趋势的延续，假阴线会被快速的吃掉。包括这一轮连阳上涨，这里也是一根假阴线，股价是不是2天后立马就吃掉了假阴线？所以股价还是持续的上涨，而直到在这个点位，它也是一根假阴线，但这个位置它没能快速的吃掉假阴线，而后我们还跌破了假阴线，你就会知道了，股价涨到这里不一定它是顶，但是它的多头肯定是变弱了，空方在这一刻开始变强。所以在这根假阴之后，市场是不是明显不如之前，它震荡走势了很久。而我们来看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一根假阴线，第2天立马被突破，但是第2天之后，你看突破之后立马又跌落，这呢有可能就是一个诱多的现象，后续股价出现了暴跌啊。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一下市场当中这种假阴线的变化。比如看到这一轮强势的上涨，是不是也是单边行情的上涨，也是纳斯达克指数，它是23年10月底啊11月12月的行情。那么看到这种行情也是很强势的上涨吧，不会比现在差。好，这一根也是假阴线，股价后面是跌破的，跌破代表它是风险，这个假阴线有可能是高点，但是跌破之后立马第2天又起来了，我们称为牛回头，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假跌破，它是一个诱空的行为。你要关注跌破之后立马收回，而且是大阳线收回啊，或者说突破之后立马跌落啊，而且是相对实体阴线跌落。那么一个呢是诱多，一个呢是诱空，那么这个就是牛回头的走势，股价后续继续看涨。你发现这里也是假阴线，
假阴线的高点被突破了，那股价后续有跌破假阴线吗？是不是连续性的都站在假阴线之上啊？所以呢，这个假阴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是没有太多风险的。我们看到这里也是假阴线啊，这个假阴线它也是连续的没突破，也连续的没跌破。所以这种就是一个决策的方向，它还不明确，它这个假阴线之后决策还不明确，所以股价后面一直在震荡，直到这个位置跌破回来，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做一个诱空，这叫做牛回头，而跟前面这里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关注一下每次行情强势上涨当中的假阴线，那包括这一根假阴线，股价是突破的啊，这一根假阴线股价呢也是突破的啊，直到出现一个负线，后续股价呢下跌啊，有时候的高点不一定假阴线。好，这个位置它也是假阴线啊，假阴线出现不能突破，那么往往多头就较弱啊。不过它也没有跌破，所以股价是一个震荡。再次决策呢是这一根大阳线突破的时候，决策股价还能够上涨。那你会看到假阴线啊，很多根假阴线的出现。这是假阴线吧，突破了，这是假阴线吧，没能有效突破啊，略微上涨又跌落啊，这是一个诱多行为，股价出现下跌之后隔2天又站回来了，这是一个诱多之后又诱空啊，所以重新的站回。在股价出现了什么 K 线？假阴线之后，你就要关注是否会出现这种操盘逻辑，我们就会以此去看待。但是假阴线其实也不多，你会发现这里又是一根假阴线啊，这里也是假阴线，假阴线能突破就看涨，假阴线不能突破还跌破，就是一个方向向下。所以很简单，怎么去看待假阴线？我们目前就把假阴线作为一个方向性的确认。第一个是这个低点，三阳小顶的低点是关键。第二个是假阴线的低点。如果有一根阴线把这2个低点都跌破，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位置就是空方在多头宣泄之后首次正式反攻的地方。那么多方的获利必须要在此处去进行一定程度的兑现，不能够傻傻的拿着。那么如果这个位置没有这样的一根阴线出现，而是快速的去突破，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地方还能继续看涨，除非在突破之后立马隔天又阴线跌回，那么可能就是一个诱多现象。这是假阴线目前所观察出来的信号，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去重点关注的这2根 K 线，三阳顶和假阴线。第一部分就是如此去观察，接下来呢，我们会讲一下第二部分，空间的顶底测算。大家如果在观看视频的时候，老同学觉得有帮助，那么不要忘记点赞。新同学呢觉得有所收获，也可以呢在阿哲的视频底下可以点击订阅，可以加入阿哲的订阅观众，可以成为阿哲的频道粉丝。以后呢，阿哲的视频你可以及时的观看，每一期的视频都不会错过。如果你想要得到系统的通知，也可以在点击订阅之后，点击一下已订阅的按钮，把小铃铛打开。那么未来打开小铃铛，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刚更新的时候，以及呢直播间刚打开的时候，系统都会及时的通知到你。那么你呢就可以很及时的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所更新的内容。那么感谢老朋友的点赞支持，以及新同学的订阅。所谓的空间预测是阿哲呢对于订阅观众、订阅粉丝专门提供的每日盘前预测点位。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左侧的这一篇信息，这一篇信息就是阿哲每天开盘前会发布到我们的粉丝群组当中的一条信息。只要你是订阅观众粉丝，就可以在群组当中接收到这条信息。阿哲一般呢会在盘前所发布，这一条信息是11月11日，也就是本周周一美股盘前所发布的。阿哲是在香港，所以呢是香港时间下午4点20分的时候发布的。在这一条信息当中，阿哲日常会公布2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日常的正常的趋势跟踪和分析，第二部分呢是空间的点位预测。这个预测技术不是说阿哲能够准确无误的知道当天最高和最低是哪里，这种技术呢在目前市场阿哲认为也不会存在，并且未来都不会有。那么这一项技术是阿哲认为当天的盘中它正常最多能够涨多少，
最多是不会涨超这一个点位，最低它也不会跌超这一个点位。它的作用是这样的，衡量股市当中正常的股价波动。而如果它的收盘或者说它的股价波动超过了这个区间，那么阿哲会认为多空之间发生了变化，极度的变化。那我们看一下最近的表现和近期的表现，比如看到图中，如果股价有某一天出现了向下跌破所预测的最低点，最大的跌幅，那么阿哲就会认为它的空头是变得有点强势，那么多方是转弱的，那么就应该看跌。而如果股价突破阿哲所预测的盘中本应该到达的最高点，它突破了，并且是远远超过了，这种情况说明多方是极为强势的，应该看涨。那么每天阿哲盘前都会去计算，并且发布到我们的粉丝群组当中，你只要是订阅观众就可以看到。那么这一天是突破的，后续大涨；这一天也是突破的，是不是后续也是上涨？那包括现在这一天也是突破的，所以股价后续依旧看涨。为什么阿哲说最近的行情有所风险呢？就因为前面的3连阳都是突破了预测的涨幅，预测的高点，所以是极为强势的。但是最近的2天从极强的多头转为了正常的行情，近期的2根 K 线都没有去突破阿哲所预测的最高点，它也没有跌破阿哲预测的最低点，所以目前的行情又陷入到了一个方向选择的区间，虽然还是看涨的，但是它冷不丁可能就会由多转空，可能就会跌破盘中预测的最低点，那时候风险将会明确的释放。所以呢，如果你是在阿哲的粉丝群组当中，或者说你已经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每天的这条信息你一定要关注好，一旦行情有所跌破阿哲所预测的最大跌幅，你要特别的注意。而如果能够在后续继续向上突破阿哲所预测的最大涨幅，那么也同样的预示行情多头重新的启动，重新的行情将再次起涨，这只是一个上涨的中继阶段，只是换一下档，加一下油而已。如果你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朋友，那你可能呢之前是接收不到这条信息，并且现在呢可能也接收不到，因为你要接收到这条信息，需要进入到阿哲的粉丝群组当中。而如何进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首先得要订阅阿哲，订阅阿哲频道，成为阿哲频道的粉丝观众，那么你就有资格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组当中。只要是订阅了阿哲频道，成为阿哲频道的粉丝观众，那么你就可以领取到阿哲所赠送给大家的3份礼物，3份福利。那么是哪3份福利呢？第一份是粉丝群组，你只要是订阅观众就可以有资格进入到阿哲的粉丝群组当中，而后在日常学习，在进行技术分析的研究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发布在我们的粉丝群组当中，那么阿哲看到会及时的解答。第二部分呢是盘前的解析，我们刚才所发送的盘前的信息以及空间点位的预测，你都能够接收得到。第3部分是进阶知识内部直播，在粉丝群组当中，每周会有专门设立的不公开的思想的直播课程，分享的都是技术分析方面进阶的知识以及不公开的一些内容。大家如果是订阅阿哲，那么这3份的订阅福利大家记得领取。那么怎么领取呢？很简单，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区当中，你只要是订阅观众，可以点击评论，看到置顶的链接，阿哲将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放在了我们的评论区，点击评论区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报名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组，以及呢收听每周的内部课程。大家可以看一下本周内部课程的课表，本周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会举办5节课，讲解量化交易，如何用量化的技术去精确的交易，是找到低点，找到高点，还是用成交量去破局交易的密码。这5种量化模型可以揭秘股市当中顶底的交易玄机，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收获，更大的帮助。每天的香港时间早上的10点都会在直播间进行一个授课，现在11月11号和12号的课程已经结束，你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他们已经结束，但是呢你可以收听回放，每节课程都会有1周的回放。
刚才我们讲解的是有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纳指的空间解析，目前的上涨从空间来看也是有所走弱，遇到压力也是被受阻，那么这种位置就是左侧的风险，而右侧需要等待跌破低点。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空间预测，关于特斯拉的点位测算。现在你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那么如果你是上期视频也观看了阿哲的内容，那么对于这5个价位你应该不陌生，因为阿哲呢在上期视频就有讲过这些价位的存在。你要关注图表当中这几个价位，它是目前特斯拉所面临的短线空间阻力位和支撑位。我们当时有讲到，如果市场出现了有效突破某一个压力位，那么它将会快速的打开空间往下一个压力位去进行。那很明显，在上期视频我们讲到，它是不是以一根大阳线突破了 308.19， 那么理论上来讲，它应该快速的到达上一个空间价位。那么很明显，在本周周一就直接开盘突破，而目前是出现了一个上影线和下影线基本等长的 K 线，它叫做10日新 K 线。而10日新 K 线它是一个变盘的信号，目前的这个突破从空间角度来说是有效的，而从价格层面来说还有待确认，它的突破终于有所变化，力度有所减弱。而特斯拉目前离得最近的一个价格就是 361.73， 昨天差点触碰，还未去触碰，就差几个点。所以在本周的行情交易当中，走到这里，它已经来到了阿哲短线给到的最后一个压力位。那么阿哲呢，为什么没有再往上去画新的压力位？因为阿哲觉得本周的行情走势，特斯拉对于 361.73 能否突破，阿哲是非常的怀疑的。阿哲认为这一波短线的极度的上涨，到了 361.73 的空间价位，理应短线出现一个调整。所以呢，暂时阿哲就不公布新的压力位了。这个地方一旦有滞涨的信号，一旦呢收阴线，都是风险的提醒。在之前低位提醒大家去布局，而目前短线已经大幅的获利，走到这里怎么落袋为安，才是我们要去真正考虑的问题。至于加仓与否，至少等待有效突破 361.73， 或者在某一个支撑价位上出现有效的止跌，才是我们考虑再次买进特斯拉的一个决策。而现在短线来看，性价比是不高的，不能够再去盲目的加仓做多了特斯拉，这是短线的预测。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是特斯拉的图表，那特斯拉既然短线不建议去再买入，因为性价比的原因，那对于中线长线来说，特斯拉可以去关注吗？那么阿哲呢，还是保持原有的观点，目前的特斯拉就是在走一个牛市的启动，而日线上虽然短线有超涨的现象，并且它的短线目前来到了左侧高点附近的密集筹码区，所以这个地方是相对小心的，只有去突破才能够更加进一步的打开空间。而目前这里虽然说短线不能简单的去追涨买进，但是未来回调都是可以去寻找机会的。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周线。周线目前有一个信号大家要去关注，就是本周的周一因为大幅的上涨，所以在周线上出现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很关键。一般股价的向上跳空缺口意味着它是多头往某个方向想要去加速的行为，而周线上的缺口一般是不容易留存的。我们看到前期这里是不是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但是呢第2周第3周就没了，就被吃掉了。那么这里呢也有向上的跳空缺口，但是隔周立马就吃掉了。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在周线上是很难留存的，并且向下的跳空缺口也是如此，所以在周线上出现的缺口会比日线上更加珍贵，在周线上出现的缺口更能代表一个资金的方向。我们看到前期的这2个缺口，当市场出现了一个缺口，往往它会有一个目标，比如说这个缺口的出现目的就是把左侧的高点给突破，而这一个缺口的位置，它的缺口的目的就是为了加速，而最后当这一个缺口却被立马回补的时候，意味着这个行情就衰弱了。
所以周线上一旦出现不被回补的缺口，一般意味着在短线、在周线上它都会有行情的产生。只要后续的这个缺口在短线上、在周线上不被去快速的回补掉，那么阿哲认为上方的高点 414.497 它就是会被突破的，而且大概率会短线快速的被突破。而目前的任何一次回调都以机会来看待。目前的周线的缺口是对于未来行情有一个向往，有一个方向性的指引。那么如果它后续被快速的回补掉这个缺口，甚至本周就回补，那么说明多方在短线上其实会走弱，那么这就说明多头在短线上将会走弱，甚至中线上呢也很难保持一个极度的强势。前方的 414.497 那么也不容易呢在今年去产生突破，所以周线上的缺口如果能够保留，能够留存，那么这一波多头的方向将会告诉你短期就会去创新高。现在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英伟达呢，在上期视频我们是不是有讲过，包括呢在直播间当中我们也有讲过，你要关注一个现象，就是目前的3根阳线的出现，其实它也有出现一个三阳小顶。3号 K 线的阳线比2号 K 线的阳线实体有所缩短，而后它下方的成交量是缩量的，在上涨当中成交量缩量，这种叫做异动阳线。我们在昨天的直播间当中是有讲过这一点的，那么它的低点就应该作为防守。而目前的英伟达短线上涨以来，已经出现了一根阴线，跌破了3号 K 线的低点。那么不管是三阳小顶还是异动的阳线，都说明一点，这里的风险是有很大概率释放的。除非它在今天直接收阳以一根不错的实体阳线收阳再次站上，那我们说它是一个牛回头的买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一根阴线跌破3号 K 线的低点的时候，就应该对于本次的上涨进行获利了结，作为一个止盈的动作。现在对于英伟达，阿哲认为你应该去观望，你应该去观察它是否是一个诱空，昨天的下跌是否会构成一个牛回头，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去观察。如果真的出现，那么就是一个及时的买点，而且是一个绝佳的买点。那如果它不是一个牛回头，确实是一个获利了结的点位，那你就要关注一下英伟达接下来的行情走势。我们看到图中股价下方的 BBD 呢，在连续的几天都是资金流进，而且横穿了蓝色零轴之后，我们看到这一天走出了一个资金的流出。曾经阿哲有讲过，在一个上涨回调当中，你怎么去分辨资金是一个洗盘还是出货呢？看一下这一个首根红柱的资金柱，它的低点只要不被跌破，它就是一个洗盘现象，后续大概率还能再次新高。而如果它的低点被跌破，至少会发生相对时间较长的下跌或者说调整。那比如我们看一下前期的走势，像前面的行情，如果出现连续的流进，而后再出现一天什么呢？流出，那这根 K 线的低点就是上涨行情当中你去确认它是一个洗盘还是出货的走势，那是不是后续哪怕大跌也是没有跌破这一天？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关键点位。那么我们看一下包括资金连续的流进，最好是3天或者3天以上的流进，这是比较有效的，因为这才能代表资金的一个相对持仓。好，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关键的流出的 K 线？那资金它是一个洗盘还是出货呢？你会发现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下跌破位？当破位之后，第2天就收复了。我们说这种叫做假跌破，假跌破呢是牛回头，假跌破呢是一种诱空行为，所以股价这里是上涨回调，它在一个洗盘，后续股价再次的启动。如果它只是3天的流进，那么这样的一个 K 线呢，就效果会偏一般一点，可以用，但是效果呢不如之前连续的可能5天、6天资金持续流进之后的流出。我们也可以再往前看一下，包括像这种连续2周时间都是资金流进的，短线流进的，而后突然出现一根流出 K 线，好，它就是关键的界定点。这个界定点它告诉你是洗盘还是出货跌破回来又跌破，
连续的2次跌破，大概率就不是牛回头，大概率也不是诱空啊，很多时候啊，它就是一个出货。你说这里我不知道会不会出货，但这一天呢，一个跳空低开直接跌破，那你再慢也应该在这一天去知道前方的获利应该结束了，这里是一个出货。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在这一波上涨当中还没有出现关键的 K 线的跌破，而现在这里英伟达就是一根关键的 K 线，它后面是洗盘还是出货？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一根阴线的低点会不会被跌破。阿哲认为它基本上绝大可能是不跌破的，因为下方它一呢有绿带，二呢有缺口，所以大概率会是一个回踩支撑，而后重新启动的行情。所以英伟达感兴趣的朋友，并且目前还持仓的朋友，不用太过担心，我们继续的去关注。如果股价呢真的把它跌破了，我们在相对来说，你要小心啊。目前呢依旧有机会是一个牛回头，我们继续等待。如果你是已经卖出获利兑现的，那么你的仓位接下来也有机会是可以用得到的。现在呢，我们看到第3只个股是 Coin 的话，之前我们也曾经用过这个绿带，告诉大家下跌的破位一般第2天是一个变盘 K 线，第2天的 K 线如果能够被突破，意味前方的下跌是砸盘，是吧？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技巧，前方这里只要是绿带跌破第1天，跌破第2天，绿带第2天跌破是一个砸盘的点位，只要能够被突破，则说明前方下跌是砸盘。只要能被突破，说明前方下跌是砸盘，它呢是一个砸盘再启动的买点。那么最近我们也一直说了，为什么 MSTR、MARA 和 Coin 我们3只会挑它就因为整体走势较不错。不过目前来看，它呢在昨天涨幅不是最多的像 MSTR、MARA 也是不少。不过没事，其中的一只我们把握到了，那么也没有问题。那么现在怎么看呢？我们目前所看到的 Coin 它已经是把左侧的高点这个平台全都打破。那么阿哲也保持一个观点，就是这一个缺口和特斯拉的缺口它的价值是一样的。像这种大量的缺口出现它的缺口是很大的，同时它的量能呢也是倍量的大量的。那么这种缺口的出现，它意味资金的一种明目张胆的做多行为。你会发现 Coin 它其实不是1天的缺口，它也不是只有1次大缺口，这个缺口之前这里也是一个缺口，好，这个缺口它也是倍量后面今天最新的缺口也是倍量，这是一种很明目张胆资金做多的行为。而这2个缺口的出现，意味目前 Coin 它还没见到一个高点，目前的 Coin 它还没有衰竭点，它只是先用缺口把左侧的这个平台都突破了，这个巨量的缺口告诉你，它对于这一个缺口前的高点是有效突破的，用这样的一个缺口，这样的一根阳线就可以了。那么一个有效突破的高点，首次突破的高点，那么这里未来就属于上涨空间再次打开。而它的空间看在哪呢？它的空间目前只有一个，就是左侧的高点 368.9。 所以 Coin 和特斯拉我们同样的看待，就是这个缺口它告诉你它要去打破前方的高点，包括周线上也是一样的。如果 Coin 它的这个缺口也能够不被回补，阿哲觉得它这个缺口不会被回补。这里阿哲再次讲一下，就是这一个缺口是大缺口，而且是大量的缺口，这种缺口很难被短期的回补。那么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特斯拉的日线昨天的这一个 K 线，它还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攻量。什么叫进攻量进攻量就是它是一个倍量，大家看到下方倍量加大缺口，就是一个很明目张胆的资金所导致的缺口，攻击性的缺口，后续一般空间是比较大的。好，那么特斯拉现在最新的缺口呢，首先一个它不是一个特别巨大的缺口，第二个下方的一个量能它没有倍量，所以阿哲觉得短线上特斯拉它容易衰竭，在此处的点位它的空间容易走到短线的高点。但是 Coin 呢不一样， Coin 的话呢它是连续的，这是一个倍量，这也是一个倍量，
而上面呢，这是一个大缺口，这也是一个大缺口，所以 Coin 目前比特斯拉好就好在它的技术面没有衰竭的动作，所以 Coin 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关注。问题就在于它这里是会调一下给你买点呢，还是继续的上涨？如果继续上涨，我们肯定之前低位提醒买入的仓位是不用获利了结的。而其次，如果你是目前你说阿哲，我之前没听到你的视频，我没有买进 Coin， 或者说我都踏空了这个比特币最近的上涨，那也没事，你只要知道这个位置上方还有空间，不管它是下跌还是继续上涨，都是机会。只是你说上涨能不能追，阿哲不敢告诉你可以。虽然阿哲看涨，但是上涨再去买，它肯定是风险很大的。所以阿哲呢建议，如果你目前并没有持有 Coin 或者说比特币的其他个股，你尽可能的还是等一下调整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然的话，你会让自己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一旦这个位置会有调整，那么你会买到一个高点。这也是为什么阿哲很多时候在回调时告诉大家是机会，在上涨时告诉大家尽可能的去找获利了结的点位，而不是去加仓。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谷歌，谷歌的话呢，最近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缺口。之前我们说过，这个缺口是什么？是一个大缺口，而且下方呢是有大量的是有堆量形成的缺口。这种缺口它并不那么容易被回补。而这个地方回补之后呢，是不是空方的力量、空方的打压就如期而至？而目前的市场，谷歌它在这个缺口内出现了徘徊，在 K 线上它是连续的 K 线和 K 线之间是交集的。我们说2天、3天，它的价格如果一直有共价，一直是有交集的，这说明它在选择方向，它在徘徊。虽然目前没有一个明显的晕线的出现，但是它已经有了晕线的停顿的效果，所以目前的谷歌处于一个10日路口，它选择向上还是向下？那么这里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谷歌也有机会创新高，但谷歌的创新高和这个缺口有关，它一定得要收盘收一根阳线，最好是越强势的阳线越好，能够站到这个缺口之上，它可以是一个追涨的点位。只要这根 K 线出现虽然阿哲不喜欢追涨，但是只要这根 K 线出现，它可以作为一个追涨的点位，因为这一根 K 线的突破意味着左侧的高点之下最大的压力已经没有了，在这个区间将是一个筹码空白的区间，因为最大的筹码的地方是在这附近。好，这附近的压力是目前前高之下最大的。而它一路走过来，已经到了这个区间，只要这个区间出现有效的突破，那么后续前高将会轻松被拿下。而在这根 K 线出现之前，如果在这里选择方向是回补下方缺口，那么这里将会持续的再次震荡，甚至是走出一个双顶，走出一个小级别的双顶结构，就要小心了。这是谷歌的我们日线的分析。最后一只个股是亚马逊。亚马逊呢，最近的走势也是不差的，也是比较强势的，创了左侧的新高，并且也有缺口，而且下方呢，是不是也是一个左边一个上跳的缺口右边一个下跳缺口，而后再次的上涨缺口，它也是跟指数一样有3个缺口，而且呢也是倒行缺口，所以后续的上涨是一个反转状态，也是一个创新高的状态。那么目前是不是它提前于指数出现了一个明确的下跌，和英伟达有所相似？好，我们看到这里下方的资金是不是连续的上涨之后有那么一根 K 线出现，它是一个砸盘，我们后续验证它是砸盘，因为它没有跌落，而是突破了。好，那么现在又是连续的资金流进，而后这一天它是一个流出 K 线，目前已经开始有跌破。虽然跌破的 K 线不明显，并不有效，并不强势，但它确实开始跌破了。所以这个地方再结合左侧它的三阳小顶，好，我们看一下三阳小顶左侧有三阳小顶吧？这个三阳小顶出现了，低点呢是不是也被有一点点跌破了所以目前你看一下能不能够出现一根反包阳线，或者说强势的阳线重新站回来，亚马逊就是一个回档，它就是一个牛回头，这将是再一次的买点。如果没有，那么这里开始将会走弱，
将会提前于指数见到一个高点。那么一旦出现我们看到3个小顶，看一下它跌不跌落啊？不跌落还能继续涨，跌落了就比较麻烦啊。它后续是不是在这里后续还是有支撑的啊？只是呢这是一个后续的走势。我们看到现在的话，它就不能够去有效的跌破，这是亚马逊简单为大家去讲到的一个关注点。因为有些同学啊说他手中呢也持有这只个股。以上呢是阿哲在今天为大家讲解的纳斯达克指数的分析和个股的操盘解析，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